她只是睡着前忘了系好飞机上的安全带，却没想到竟阴差阳错地挽回了自己的一条命。就在女人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颠簸惊醒的时候，窗外呼啸着擦肩而过的战斗机，却瞬间吓得女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巨大的冲击瞬间将航班拆散的四分五裂，而女人则刚好被甩进了飞机结构中最为坚硬的中段。面对不停下坠的机身，女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拼命的想要抓住机舱参差不齐的顶板，却无奈高速的气流实在太过强大，柔弱的她根本就没有一丝招架之力。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经过了一阵强烈雾气的冲刷，女人竟然十分幸运的刚好被推到了身边的座椅上面。见状，她来不及多想，立刻慌不择路的绑上了身后的安全带，然后强忍着内心的恐惧，不停地在心里祈祷着，希望能有奇迹发生。随后飞机便像一片零落的树叶一般，飘摇地落入在了一片高耸入云的密林之中。等到再次从昏迷中惊醒，女人已经坐在了一堆破烂不堪的残骸里。她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然而小腿上被钢针刺穿产生的剧痛，却还是残忍地将她拉回了眼前冰冷的现实。于是来不及多想，女人赶紧强压着内心的不安解开了安全带，然后奋力地用双手握住了腿上坚硬的钢针。因为此时的她十分清楚，如果不赶紧处理流血不止的伤口，那么自己的生命也将很快危在旦夕。稍微缓解了眼前的疼痛，女人急中生智撕开了身上的裙子，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小腿包起，希望能够起到一定止血的作用。随后便用尽全力踉跄地起身，然后不断地向着残骸的周边大声呼喊，希望能够得到丈夫的回应。却没想到此时的座舱里却依旧安静的可怕，只有不远处一具同行旅客的遗体还在不停地散发着让人绝望的气息。看着外面一眼望不到边的丛林，再想想此时依旧生死未卜的丈夫，女人瞬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让她根本无法看到生存的可能，一时急火攻心，竟突然不由自主地瘫倒了下去。却不成想，就在这时，事情却意外地迎来了转机。此时就在这幽深的丛林之中，竟突然传来了一阵搜救直升机若隐若现的轰鸣声，证实了自己的猜测。女人顾不上内心的恐惧，立马伸手拽下了身后遗体上面的纱巾，然后赶紧拖着疼痛不止的伤腿，慌不择路地循着声音的方向跑去。女人用尽全身的力气，不停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却没想到由于树林实在太过高耸，搜救队竟完全没有注意到她的求救。见状，女人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返回残骸的路上，女人不断地在心底鼓励着伤痕累累的自己，她不停地告诉自己，既然大难不死，那么就一定会有后福。既然搜救队已经来了，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找到那片自己醒来的残骸。于是内心深处再度燃起了些许希望，脸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丝苦涩的微笑。却不成想，还没等他重新回到机舱，就突然被眼前的景象吓得愣在了原地。只见就在那个被自己视为生存希望的座舱里，此时一只残暴的猛虎正在不断地啃食着同伴的遗体。眼看着饥饿的野兽正一点一点地向着自己靠近，女人瞬间被吓得脊背发凉，站在原地不敢动弹。而幸运的是，此时正在森林上空盘旋的搜救直升机刚好经过了他们的头顶。没见过如此阵仗的老虎，一时间被这巨大的轰鸣声所震慑，立马惊慌地掉头就跑。见状，女人立刻瘫倒在地，庆幸着自己终于再次逃过一劫。稍作冷静后，女人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腿上的伤口，这时一股烧焦的气味却突然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女人壮着胆子将手伸进了树丛，原来只是一个掉落在树林里的玩具。眼看着乘客们残破不堪的遗物，再想想可能已经遭遇不测的丈夫，此时女人的心情再次跌入了谷底，不禁流下了绝望的眼泪。然而就当她捡起了一个飞机形状的树杈时，一阵若隐若现的记忆却突然涌上了她的脑海。女人依稀记得，出发前曾听飞行员说过，本次旅程的目的地是要一直向西飞行的，也就是说丈夫那节率先坠落的机舱一定是掉在了自己所处位置的东方。回忆着丈夫曾经告诉自己如何让钢针磁化的场景，女人突然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赶紧取下了玩具胸前的别针，不停放在裙子上疯狂摩擦，然后急忙地将别针放在了一片水坑里的树叶上面。下一秒，充满磁性的钢针果针就带着悬浮的树叶缓慢地指向了北极的方向。明确了丈夫座舱的方向后，女人赶紧焦急地跑到河边补充能量。她捡来了一个破旧的塑料袋当做储水的工具，再跑回机舱搜集一切可能有用的物资，然后狠狠地砸断了鞋子上的高跟，再用布条牢牢地将鞋固定在了脚上。一切俱备，女人略显不舍地最后看了一眼挽救了自己的机舱，
然后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丈夫的旅程。却没想到事情竟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还没走出多远，女人就突然震惊地发现，就在这荒凉原始的丛林里，总是莫名地传来未知动物的异响，而无处不在的枯枝和陡坡也使得前进的道路总是显得特别的崎岖。环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女人既着急又无助。然而每每回忆起自己和丈夫幸福生活的点滴，女人还是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因为此时的她十分明白，为了能给挚爱的丈夫创造一线生机，现在的她就必须咬紧牙关保持坚强。渐渐的，女人穿过高耸的山坡，逐渐走进了一块平坦的草地。看到自己终于可以省些力气，女人吊着的心情也终于得到了一丝缓解，却全然没有注意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已经开始变得越发泥泞。女人奋力的想要拔出踩进沼泽的小腿，却没想到越是用力，自己反而越陷越深。顷刻间，半个身子都已经被死死的拽进了泥潭。情急之下，女人不停翻刨着眼前的废土，她将胳膊伸展到极限，抓住了不远处的树枝，然后拼尽全力，不停地向外拖拽着自己的身体。在强大求生欲的支撑下，女人终于得以从沼泽里钻了出来。而此时留给她的则是满身的精疲力竭，还有就是一阵发自内心的深深后怕。眼前的沼泽地根本无法通过，无奈女人只能再次绕路陡峭的深山。她用双手拄着拐杖，艰难地向上攀爬着，满脑子都是她与丈夫曾经美好的回忆。越是努力的前行，腿上的伤痛就会越加几分。好不容易就要越过身前的险坡，此时有伤在身的女人却突然脚底一滑，下一秒竟结结实实地滚下了山坡。无奈之下，女人只能趴在地上，然后利用四肢共同发力，才终于跨越了这道艰难的坎坷。却没想到祸不单行，就在女人一瘸一拐地准备继续向东前行的时候，之前那只已经饿得饥不择食的老虎却突然再一次地出现在了眼前。顾不上多想，女人赶紧丢掉拐杖，强忍着疼痛撒腿就跑。然而健康的人尚不能甩掉猛兽，更何况是有伤在身。只一瞬间，那只狂暴的猛虎就已经追到了女人的身边。从一阵剧烈的眩晕中缓过神来，女人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陡峭的深坑，她被巨大的冲击力摔得久久不能起身。而好消息则是老虎不敢轻易跳下，随即选择了转身离开。天无绝人之路，女人顺着深坑另一端的缓坡重新回到了地面，却意外地找到了客机解体的另一部分残骸。见状，女人连忙打开了散落在地上的行李箱，没想到竟真的翻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打火机。转眼间，天色很快已经暗了下来。女人随即升起了火堆，然后十分感激地卧在了篝火旁边。她知道只要火不熄灭，就没有野兽再敢靠近，于是终于可以安心地享受眼前来之不易的温暖，而脑海中还始终回味着曾经跟丈夫露营时的幸福时光。经过了一夜的休整，女人的体力得到了很大的恢复，于是天一亮，她便爬上了自己目之所及最高的山顶，希望能够引起搜救人员的注意。却没想到昨天还在附近盘旋的直升机，此时却彻底没了踪影。见状，女人不禁失望至极。然而这一趟却也并非一无所获。就在女人激动地看向河边的时候，竟意外地发现了飞机坠落的机头，那里一定放着能与外界联系的工具。于是顾不上多想，下一秒女人便急匆匆地下山来到了河边。而面对十分湍急的水流，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的女人却也不敢有半点犹豫。于是带着想象中丈夫对自己的鼓励，强忍着伤口的剧痛，毅然地走进了河里。然后经过了一阵惊险激烈的挣扎，终于摸到了对岸的石头。在一阵急促的喘息之后，终于又一次地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驾驶舱里早已没了生命的迹象，通讯设备也全然已经破坏殆尽，但是他却在机舱的盒子里找到了十分重要的信号枪，还有2枚完好的子弹。见状，女人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于是连忙颤抖着将子弹上膛，然后对着天空发射了出去。只可惜信号弹飞行的高度有限，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见状，女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她知道唯有回到高处发射，才有可能引起搜救人员的注意。于是便拖着湿漉漉的身体，不断地向着身后的山坡上爬去。却不成想雨林中的天气变化无常，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就变得乌云密布，阴风刺骨，无法承受眼前的寒冷。女人赶紧坐倒在了一棵树下，然后抽取干枯的树枝，准备点起篝火将衣服烘干。这才震惊地发现，被河水浸泡过的打火机竟根本无法点燃。情急之下，女人只能暂时将塑料袋套在了头上，希望能够减缓自身热量的流失。看到树上竟有一个遇难者的包裹，女人瞬间再次看到了希望，于是连忙用树枝取下，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急需的救命物资。然而直到看见了那本熟悉的手绘笔记，这才惊讶地认出了这竟然就是丈夫的背包。女人激动地翻看着丈夫为她画下的点点滴滴，他们一起经历的过往也瞬间变得历历在目。回想着曾经那些美好的瞬间，女人不由得流下了委屈的眼泪。然而泪水却并没有冲昏她的头脑，因为随着背包的出现，女人也瞬间意识到了丈夫应该就在附近。
雨水很快浸透了她的全身，然而女人却丝毫没有为之所动，依旧迈着踉跄的步伐不断地向前搜寻着。而皇天不负有心人，就在女人经过一个泥泞的深坑时，终于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顾不得伤口的剧痛，女人立刻奋不顾身地滑进了深坑，然后激动地冲到了丈夫身边，紧紧地抱住了这个让自己牵肠挂肚的男人。Мой маленький танк. Я всегда восхищался твоей смелостью. Ты даже сильнее, чем я. Просто сама этого не знаешь. 看到了丈夫真的安然无恙，女人赶紧打开了他的背包，然后激动地将他们的婚戒带回了男人的手上，因为那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是彼此之间不离不弃的誓言。随后便迫不及待地依偎在了丈夫的怀里，然后在他温暖的声音中，逐渐放下了自己所经历的不幸还有内心的防备，像一个得到安慰的孩子一般，满心幸福地在不知不觉中睡了过去。直到被一阵发动机巨大的轰鸣声吵醒，女人才被再一次地带回了冰冷的现实。原来丈夫早已经在空难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纵然已经心痛到了谷底，但脑海中丈夫的鼓励却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已经饱经风霜的女人。她知道丈夫一定不愿意看她就这样放弃生存的希望，于是满含泪水地拖着疲惫的身体，拼尽全力地爬上了满是泥泞的陡坡，然后毅然决然地掏出信号枪，坚定地向着天空发射出了那颗最后的子弹。而皇天不负有心人，这一次他终于等来了活下去的希望。在搜救人员的帮助下，女人很快坐上了离开这片深山老林的飞机。然而跟以往不同的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劫难过后，她对这片森林的眼神里却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恐惧，反而充满了深深的留恋和不舍。因为她知道，那个自己深爱不已的男人已经再也不可能离开这里了，而希望自己能够过得幸福，则就成了丈夫生前留给她最后的嘱托。纵然无法割舍，但女人还是眼含热泪地向着那个已故的爱人告别。此时她默默地在心底起誓，无论将会经历何等的艰难困苦，亦或是承受何种难以接受的磨难，自己都将不再害怕地坦然以对。因为在她心里最柔软的深处，将永远都不会再忘记，自己能够勇敢地活下去，便是丈夫此生最大的夙愿。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深度还原了40年前那场空难的真实情况。而作为全机100余名乘客中唯一的幸存者，她选择了在未来的日子里乐观地面对生活。老人说，是因为丈夫的鼓励才让她活了下来，而自己也将带着她的遗愿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简单朴实的2句话，便道出了生活和爱情的真谛。所以无论如何，请务必珍惜眼前的时光，用心活在当下。